它是与拯救者2023一起发布的联想 Geek Pro G5000，实际上它是海外版的 IdealPad Gaming， 专门坑老外的。今年经过长途跋涉，从遥远的北美洲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东亚大陆上。配置为 i7-13700H 4060显卡 2.5K 165Hz， 首发价7999元。猛地一看，配置上还算良心，价格上也不算高。从摸到它的一瞬间，又看了一下电源适配器，我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。外包装箱很环保，侧面是型号、序列号和配置。因为不属于拯救者系列 ，A 面只有联想的 logo，ACD 面都是塑料材质，容易沾染指纹，喷漆工艺很一般。漆面很薄，做工神似奥三线品牌的机器。低壳甚至连喷漆都给省了。B 面顶部摄像头，两侧麦克风，上边框 1.2 厘米宽度，很少见，下巴约为2指半。C 面全指针键盘，有小键盘，键程 1.5 毫米，白色背光灯，触控板过于偏向左侧，操作上不方便。左右声音一致，机身稳固性一般。左侧出风口 Type-C 接口，支持100瓦 PD 充电和 DP 1.4 耳麦接口。右侧出风口一口摄像头开关。后侧的造型说实话真的丑，中间还凹下去了。32屏还搞成了蓝色，很奇葩，两侧还割手，一言难尽。两个出风口，两个 U 口，一个网口，一个 HDMI， 一个电源口。USB 接口都是 3.2 接 2 的，比 Y9P 2023的更快。机身长度 35.8 厘米，上下高度 26.9 厘米。不含脚垫26毫米，包含脚垫 32.1 毫米，裸机2450克，电源510克，旅行重量2970克。电源线的扎带居然是用纸做的，第一次见。170瓦，看到适配器我的心就凉了一半，两段式设计，体积很小巧，漏光是正常现象。由于 G5000 不属于拯救者系列，它无法使用拯救者家族的性能控制软件，可以通过 FN 加 Q 切换安静、均衡、野兽3种模式，对应灯色为蓝、白、红。切换显卡凸显智联混合模式、极显模式需要进入英伟达管理显示模式设置，操作上有些复杂。如果你不死心去手动安装一个拯救者性能控制中心是装不了的。主板8钥匙 23WW 13700H TDP 45瓦，6个性能核，8个能效核，14核心20线程，最高睿频 5.0G， 3G 缓存24兆，比13代的 HX 系列少了2个大核，参数上与12代的 H 系列处理器几乎一样。4060显卡，8个 G 的显存，颗粒来自美光。128PIT 的位宽，功率115瓦最高，内存带宽67000，延时93.5，一般。海力士 16G DDR5 5600频率，但是只能运行在5200频率上。屏幕是京东方的 15.6 寸，分辨率 2560×1440 16:9的比例，165赫兹刷新率 ，DC 调光，100%的 sRGB， 实测 99%， 这是色调响应和灰阶。屏幕亮度实测407尼特，不错。80%的亮度约为164尼特，偏低。0% 的亮度几乎没有。硬盘是一联的 PCIe 4.0 1TB， 速度偏低。无线网卡是瑞昱的 8852B WiFi 6协议，价格是最便宜的。天选3锐龙版用了它，一直被骂到现在。鲁拉兹版本2020跑分166万，其中处理器跑了78万7，显卡跑了42万。硬盘之前因为插了我的三星的 PM9A1， 所以跑的分是不对的。我把它重新跑了一遍，这些跑分都是在独显直连和野兽模式下进行的。单烤 CPU 30分钟 ，CPU 65瓦到75瓦之间反复的横跳，性能核 3.6 到 3.7G， 能效核 3.0G， 温度74度，室内的温度 19.7 度。现在加入双烤，进行了80分钟，处理器从25瓦到35瓦之间反复的横跳，显卡从100瓦到110瓦之间反复横跳，有时候能到88瓦，像现在。有时候也能到110瓦，现在是90瓦左右。CPU 的温度70度，性能核 2.0G， 能效核 1.6G，GPU 2055的频率，显卡的温度86度，整机性能释放不到135瓦，电源适配器功率168瓦，电池已经开始放电。今天联想的调度机制一塌糊涂，键盘上的温度也比较的高，达到了41度，在基键附近。均衡模式下口哨声依旧明显。CPU 30瓦，显卡75瓦，单烤显卡115瓦。G5000的 CPU 平均功率68瓦，去年 12700H 主流游戏本几乎都是90瓦，比天选3的 i7-12700H 单核性能弱 6%， 多核性能弱 5%， 比i9P 的 i7-13700HX 单核弱 9%， 多核弱 26%， 比天元4的 i9-13900H 单核弱 16%， 多核弱了 13%。比天元4的 i5-13500H 单核弱 5%， 多核提升 11%， 比 MOBA7P 的 R9-7845HX 单核弱 8%， 多核弱 37%，
比 Y900P 的 i9-13900HX 单核弱 16%， 多核弱了 42%， 受制于性能释放，性能相当拉垮。显卡方面，能耗比是今年40系列最大的进步，但凡给个100瓦的功率，跑分都不会低。从显卡功率图来看，即便是65瓦的功率都可以达到3060 140瓦的水平。从85瓦开始，性能上的提升就已经很小了，来到115瓦再往上几乎没有提升。比天远4的4050显卡性能提升 18%、9%、15%， 比天远3的3060显卡提升 15%、11%、15%。这个型号奥德赛2560×1440的分辨率，画质极高。平均 FPS 63帧，切换成1920×1080分辨率，平均帧数74帧。声音正常，网掉了，游戏卡死了，切也切不了。能看到一点阴影，屏幕亮度调不上去。完了，再重启一下。2.5K 画质下，游戏表现要好于 Y900P，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Y900P 之前已经开箱过，因为 CPU 和显卡抢功率 ，CPU 从53到75瓦之间反复横跳，显卡从113到140瓦横跳，造成机器的 FPS 值不稳定。G5000虽然也抢功率，不过总体幅度并不大，与大多数4060游戏本帧数上没有拉开明显差距。赛博朋克2077光线追踪超级特效 2.5K 的分辨率，游戏里的 FPS 约为64帧左右。CPU 温度60度并不高，占用率性能核 3.3G 左右，能效核 2.9G， 功率33瓦 ，GPU 68度2580的频率92瓦左右，也能到100瓦。切换成1920×1080分辨率，特效保持不变。游戏里的帧数约80帧左右。永劫无间 2.5K 分辨率 FPS 无限制 GLSS 超级性能，整体特效极高。游戏里的 FPS 约为140帧左右，度72度，性能核 3.8G 左右，43瓦、45瓦。GPU 72度2580的频率86瓦、85瓦 ，GPU 基本上能跑的在85瓦左右，其实也还行，起码打游戏是够了。1080P 下的帧数和 2K 的差距不是很大，我建议买这个机器的话，你就可以买 2K 的机器了。Apex 经济型 2.5K 的分辨率，垂直同步禁用，然后开启加强化，其他特效高。性能核 3.8G、3.9G， 44瓦，功率也比较稳定。GPU 75度2505的频率87瓦、93瓦，显卡在波动。啥也没干，莫名其妙又赢了。绝地求生 2.5K 的分辨率虽然比例100%，特效超高，又出现了 CPU 和显卡抢功率的现象，然后帧数上就不是那么稳定了。这显卡完全不需要110瓦，100瓦左右就已经足够了。CPU 这边吃不到电，键盘中间的温度已经开始烫手了，夏天的话还是比较难受的。CPU 这边完全吃不饱，功率只有20几瓦到30瓦左右波动。整机的性能释放也不过135瓦，所以你要么 CPU 抢，要么显卡抢，所以两个很头疼。切换成3极致的特效，帧数可以达到约200帧左右。CPU 的温度在80几度，性能核 3.8G 45瓦 ，GPU 79度85瓦。但是帧数稳定不了在200帧，有时候也到134和167。这是一个 720P 的相机。
底壳比较难拆，需要先拆屁股，然后再拆掉底壳。我们可以看见内部有2个风扇，3条热管，没有网传图的2根半热管，也不排除那是4050的版本。内部空间算不上规整，有种2-3线品牌的风格，尤其是这个散热片很辣眼睛。内存有屏蔽层，硬盘是一联的，没有散热贴。内存是5600的，但是它是有散热贴的。硬盘有2个位置，这里还有可以加装一个，这边是它的无线网卡。电池是60瓦时，扬声器在两侧，主板电池。右侧的 USB 接口是通过数据线连接在主板上面的。总的来说还能看，跟一线品牌比差距很大。45000在材质、用料、做工、散热规格上都很拉垮，连性能控制软件都没有，很悲惨，厂家也不重视它。首发价7999元的价格放在拯救者系列里面勉强可以看，毕竟 Y9000P 都1万了， Y7000P 不得9000，8000价位的空档就留给了G5000，本来一切都很美好，结果遇上了惠普这个老六，那就彻底凉凉了。G5000系列也很存在抢功率的问题，因为处理器本身需要的功率就少，满足显卡85瓦功率以后，各项数据也能看。这里我只能说多亏了4060显卡低功率的优势。总结一下优缺点。优点1，在不吃功率的4060显卡加持下，游戏性能尚可。2，对比拯救者系列还算有性价比，当然对比其他品牌就毫无优势了。3， 2.5K 165赫兹，实测407尼特亮度，屏幕素质不错。缺点1，风扇啸叫明显，异常尖锐。2，售价偏贵，廉价感十足。3，用料阉割，无线网卡还是问题最多的瑞昱 8852BE。这台机器疯狂的死机就不回血了，感谢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我们下期见。